洋洋死了什么感觉？说话，什么感觉？我也没想到。什么叫没想到？我只是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绑架计划谁定的呀？是不是你啊？是不是啊？是。你一个人绑的呀？还有贺文俊，那个时候在车上。他也死了，你知道吗？除了绑洋洋这个小孩，还绑过几个？没了。曹可欣呢？我认识，那不是我干的。照片在你家放着，你他妈逗我呢？那是贺文俊他们干的，我真的没有干过，他只是把它藏在我家而已。绑洋洋是你第一次？有人逼你吗？贺文俊也没逼你。他只是说，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你们谁做决定？都是贺文俊。全都是贺文俊的意思啊？反正我们这么多年做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这些事情袁晓东有参与吗？没有。为什么？他不愿意。贺文俊的死跟你有关吗？没有，没有。当时你在哪儿？车坏了，我修车去了。然后呢？然后等我回去了，贺文俊就那个出事了。就袁晓东拿着枪，屋子里都是血，然后他就拿枪指着我让我滚，我也吓坏了。那个时候袁晓东满眼通红，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被逼急了。你们之后有联系吗？没有。你看得清楚现在情况吗？有必要帮他打掩护吗？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好几年前了吧，贺文俊的帮我们打架认识的。为什么打架？初二的时候，我们认识那会儿，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突然就被人叫出去了，也没说什么，反正就把我们打了一顿。打完跟我们说，下次我们要是再考年级前50呢，就还打我们。对方都什么人啊？就大街上的小混混嘛。为什么不让你们好好考试啊？后来知道了，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的女孩就只喜欢成绩好的嘛，尤其像梁静秋这样的女生。反正后来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个事情有跟老师或者是家长说过吗？都跟老师说过，没有。袁晓东他爸妈在外地嘛，我就更不用说。反正之后我们考试就不敢填答案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3个月吧。然后就认识贺文俊。哦，他真是个不要命的人，他是我见过最抗打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叫他浩南哥，就《古惑仔》里面那个陈浩南。有一次他就带着一帮人帮我们跟那些人打架，之后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惹我们了。然后我们就跟着贺文俊了。
反正成绩也回不去了，高中也没考上，就约着考了个职高。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6年前。当时多大？快19了。说说你们在贵州偷车的事情。为什么偷车啊？就那个时候有毒瘾嘛。你应该认得我吧？来，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那天晚上，当时我就只是想偷辆车回临川。怎么样了？开了吗，傻逼？起来，起来，看着人。干什么的？怎么了？有人在偷车吧？打个电话吧，这又不是。问你呢，干什么呢？现在怎么搞？上车！警察，下车！下车！开他妈傻逼！下车！快走啊！我他妈真服了！你怎么开的车？金哥，你都还活着。干什么去？你回来！干什么呢？走吧，走吧，他妈的！金哥，他们俩在这儿，警察肯定会查到我们。那他妈怎么办？把他们都带走吗？啊！之后呢？之后我们就开车去了一个山谷。你瞧你那怂样，我他妈就知道带你来没点屁用。快点！金哥，他还活着。那埋了算了。先把他留着，还有用。去，
把那个男的先埋了。去呀！是贺文俊把我关在山洞里的是吗？我不知道，我埋了人，3个人是分头跑的。贺文俊带着你们，袁晓东直接去的长沙，我是自己回的临川。所以他把我带去那儿之后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只是说你跑了。那个埋人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在哪儿？应该就是这儿附近。想清楚再说，到底哪儿？走。是这儿。挖。你确定是在这儿吗？应该是这里。那天是晚上。你最好想清楚了，不要给我们耍花样，明白吗？我记得有条河呢吗？哪？
廖军说他当时被吓傻了，只知道在这一边，但具体位置……都没有。你不说你记得吗？大概位置在这儿，他在一个大河旁边。河呢？河呢？河在哪儿？我不知道，应该是这儿。那天是袁晓东带过来的，我真记不清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一下。2015年之前，袁晓东一直住在老城区的新兴公寓。但是2015年3月，你们从玉兴路搬到光明路长青小区的时候，袁晓东也从新兴公寓搬到光明路的安置小区。2017年2月初，你分居后从长青小区搬到了这儿。紧接着3月份，袁晓东从光明路的安置小区搬到了对面，他一直在你家附近，应该不是巧合。看，光明路的长兴小区在这儿，安置小区在这儿，春城国际在这儿，光明路的安置小区在这儿，他们中间都只隔了一条马路。袁晓东家里的东西我们都反复确认过了，没有与你相关的任何物品，录音、文字、照片啥都没有，唯一就找到了一个望远镜。他应该一直在暗中监视，我怀疑也跟5年前贵州的事有关。刘军呢？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袁晓东干过这事儿，他以为林队5年前的去世了。林队，指挥中心那边查到了梁静秋的一些行车记录，发现了一些疑点。梁静秋之前说1号晚上杨洋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帮袁晓东处理他的尸体，之后2号、3号一直在家里休息。但是出城高速方向却拍到了梁静秋的车2号晚上离开过临川。2号晚上，庙会那天。对。收费站那边有拍到吗？刚打过电话，他们说已经查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发过来了。好了，马上，快点。来了，具体时间应该是这儿，白云秋的车。有收费口的吗？应该有。袁晓东，他怎么会在这儿？这确定是2号晚上的？这儿都标着呢，2号晚上7点48分。
错不了。可是袁晓东那天晚上8点和任静在交换赎金啊。当晚交换赎金的人不是他。袁晓东不在，姚军跑了，难道还有其他人？没错，还有一个人。2号晚上你去哪儿了？在家。我问过你室友了，他说你11点才回来。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老家。乡下。确定吗？2号晚上7点50到8点32分，你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跟谁打电话？袁晓东吗？当时你在哪儿？他在哪儿？梁锦秋，我调查过了，你在学校的时候获得过2次长跑亚军，还跑过1次半马。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告诉过我们？2号晚上8点到9点，你到底在哪儿？在老街。做什么？去交换洋洋那30万赎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是你？袁晓东逼你了吗？不是。那是什么？你自愿的。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散你们的注意力，小东才有机会离开。他当时在哪？高速路上。所以你们一直通电话，他要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是吗？按照你说的，再给任静打电话，对吗？你那天穿了什么？小东的一身黑色。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撞了你一下，然后我把事先准备好贺文君的血弄在了附近的地上。你冒这么大风险，纯粹是为了掩护袁晓东吗？他现在去哪儿了？河江。去干嘛？他杀了人了，必须得赶紧跑。那为什么3号的时候他又回来呢？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回来，我们还大吵了一架。我做了这么多。贺文君死了，姚军跑了，洋洋也不在了。他明明有机会可以一走了之的，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回来。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可能会向你开枪？知道。我知道，每次我受委屈的时候，替我出头的是他；我做错事情，替我背锅的是他。我爸离世，我妈离开，我丢工作，我被前男友背叛，所有事，能陪我的只有他。就算那天晚上我真的出事了，那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他这些年做过些什么？你知道吗？但是小东回来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小东，他一点都没有变过。他杀人了，他犯法了。如果你想帮他，就应该早就阻止他了，而不是看着他越陷越深。你现在是在帮他吗？如果有的选，谁又愿意这样呢？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说了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不告诉你他现在在哪儿？他只说他去了外地，但具体去哪我不知道。他怎么走的？从哪儿走的？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联系人？不知道。难道你们以后就不打算见面了是吗？你觉得我能信你吗？这么多年，他一直跟踪我，
一直住在我家附近，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鬼扯！你没事吧？我不知道，整件事情都是错的，不对，你知道吗？不对，不对，不对，全都不对。你冷静点，我们慢慢来。你只是想尽快找到袁晓东，尽快找到你爸。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慢慢来。每当了解真真相的时候，我都抓不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洋洋，洋洋，
喂，小敏，到局里了吗？对，我刚到的，怎么了？帮我查一下顺河街往天福路方向的监控。什么时候的1号下午5点。到晚上，看看梁静秋的车。好，我现在就查。怎么样？卫灵队，梁静秋的车的确有经过顺河街，几点？下午6点13分。洋洋在车上吗？林队这里的监控都看不清楚。好，你稍等啊。再帮我查一下天府大道农商银行对面的监控。这么早啊？赵伟哥，查什么东西？监控谁的呀？梁静秋的车。小敏，怎么样？林队我还没查到呢。你再查一下左转方向，永和超市那边。好。怎么样？林队这边监控太多了，还没查到。我等你，你尽快。来，姐，我来查。哎，你别着急啊，我赵伟。左转方向。怎么样？查到了。梁静秋的车在下午6点22分确实经过永和超市门口，副驾上正是洋洋。我知道了。怎么了？我们要再审审梁静秋。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被他骗了，这女的一直在撒谎。什么意思啊？她之前说1号那天贺文俊出事之后，袁晓东给她打电话，让她把洋洋送去医院，可他还没有送到，洋洋就已经不行了。但我刚刚查了监控，他那天根本就没有去医院，而是从一开始他就直奔乡下去了老家。所以呢？所以洋洋根本就没有死在去医院的路上。这有什么区别呢？去医院路上或者去乡下？当然有区别啊！他没有去医院，说明他当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急着去医院救洋洋，唯一的可能就是洋洋根本就没有病得那么的严重。他们一直在撒谎，他们故意把事情弄得那么的复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洋洋根本就没有死。这就是2号那天袁晓东去合江的原因。
他是急着要把杨洋送出去。杨洋在哪儿？梁锦秋，不要再隐瞒。我希望你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的交代清楚。孩子是不是在河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在不在？你们为什么突然又问这个2号晚上，袁晓东去河江的时候，车后座上这个小孩是谁？是不是杨洋？这怎么可能啊？杨洋1号那天他就已经……那车上这个孩子是谁？我不知道，那天就小东一个人在车上，根本没什么小孩。你之前说1号从姚军家里面出来接上杨洋就直接去医院了，对吧？对。在哪发现他断气的？我当时没太注意。你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你会不知道自己在哪？我当时心情很复杂。车停哪儿啊？就停在玉河花园那边。你在天府大道的时候有经过农商银行吗？我忘了。你忘了？你根本就没走那条路，也没去医院。杨洋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严重到要送去医院，所以你开车去了乡下，对吧？小东已经在那个视频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杨洋那天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复纠缠这个？那个视频，恰恰是第2个问题。袁晓东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他家人看到他痛哭流涕的样子吗？这一切不都是你们排演好的吗？为了让我们彻底死心，彻底相信他的谎话，相信杨洋已经死了，不在了，连尸骨都没有了。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放弃寻找杨洋，是吗？还有孩子的尸体，袁晓东凭什么自作主张把他给烧了？连他的舅妈、外公外婆都不给看最后一眼吗？为什么？因为就没有尸体，对吧？你说2号晚上，你纯粹是因为和袁晓东的感情，才替他去了庙会现场交换赎金，目的是为了让他逃跑。他真的就是为了逃跑吗？他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们能这么做，绝不是仅仅因为这个。2号晚上你在庙会掩护袁晓东，是为了让他有时间带杨洋去河江，是吗？不是。梁锦秋，你说1号晚上杨洋就已经出事，那为什么第2天早上你还去村里面的药店给他买药呢？杨洋在河江哪儿？不知道。孩子还好吗？我给他输了液，他还昏昏沉沉的，没彻底好起来。他应该没什么事吧？你们是把杨洋卖了吗？谁帮你们联系的买家？小龙蜜？不是。卖了多少钱？刘晓东给你分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钱不知道，分了多少钱也不知道。
你觉得你把所有事情顶下来值得吗？是这样的，袁晓东什么家庭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他杀了人需要钱跑路，你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决定，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梁锦乔，你也是很努力的学习，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啊？那天我本来还在医院上班，我都已经忘了上一次小东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喂，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他有点急事想找我帮忙。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一个就算饿死也不会找别人帮忙的人。他一见面就问我，如果一个小孩感冒了，吃了很多安眠药要怎么办？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出事情了，我就问他，我就一直问他。最后他终于跟我说了实话。那天下午他就带我去了姚军家。当时杨洋还在昏迷中，看起来很严重，但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真正危险的是何文驹。小东偷偷告诉我，何文军已经向杨洋家里人要钱了，一旦得手，他就会把杨洋卖掉。如果卖不掉，他就有可能会杀了他。小东就让我故意把杨洋的情况说得很严重，好骗何文俊出去找人，那样我们才有机会。那天等何文俊出去以后，小东又想办法把姚军也叫了出去，他让我就在他家附近等着，一旦有机会，就过去把杨洋带走。喂，等我到姚军家里的时候，何文军已经出事了。金秋，金秋，金秋，你听我说，你先别慌。发生了什么事啊？你带洋洋先走啊。你先带洋洋去乡下。小东，我们报警吧，我们报警吧。我已经杀了人了，我回不去了。听我的，你带洋洋先回乡下你老家，等我回来啊，哪儿都不要去，知道吗？洋洋，你先跟姐姐走，哥哥一会儿就到，好吗？啊。发生什么事了？滚！啊，小东，别乱来，我是杨军。滚！
真的是正当防卫才开枪杀的何文俊吗？那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让你把杨洋带回乡下呢？故意让我们知道杨洋已经死了。袁晓东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让你们放弃。什么意思啊？只有孩子死了，你们才会放弃。因为无论如何，小东不希望杨洋再待在这里。那他希望他待在哪儿呢？杨洋只有离开他现在的环境，他才不会变成袁晓东、姚军还有贺文俊那样的人，不是吗？你们知道吗？小东本来在我们周围所有人里面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都说，其他人不好说的，但袁晓东是一定要上大学的。他以后说不定永远都不用回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但是很早的时候，他爸妈就出去了。他去上学的时候，他们不在；放学回家的时候，他们不在。他在学校受威胁，他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那做错事，抽烟、喝酒、打游戏，甚至打架的时候，也没有人管他。初中的时候，他入了一个帮派，就是当时那种小孩自己弄的古惑仔的那种。但和姚军一样，他们就是为了不被欺负，他们一人花20块钱，向那几个混混买了一个打火机，藏在书包里，那就算是入帮派了。之后他们就经常一起出去打架，翻墙出去上网打游戏，后面干脆连课都不上了。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没分开，但是几乎已经不见面，因为我们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后来他没考上高中，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吧，他离原来那个我认识的袁晓东就越来越远了。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本来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但他那天来的时候已经喝得烂醉，一进我房门就倒在了地上。怎么了？怎么了？在哪？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染上毒品了。他以前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特别好强的人，尤其在我面前，他连一个求字都没有说过的人。那天，他居然开口向我借钱，我才知道他每天只吃得起1碗面，其他的钱全部用来买毒品了。我那天给了他钱以后，我就偷偷跟着他出去。我就看见他进了一个迪厅，在里面向一个人买了一小袋的东西，然后回到了他当时租的那个破烂的不行的小房间。
晓东，开门！你是打算死在这里面，烂在这里面，是不是？你要是死在这里面，烂在这里面，那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小东，你把门开开好不好？小东，开门！你开门！你走吧，不要再来狂。叫你开门！我叫你开门，你说什么？我叫你开门，你说什么？我让你走！你认识的那个袁晓东已经死了，我跟你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你离开我了，会有更好的生活。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到底是为什么？啊！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你把门开开好不好？你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有什么话不可以说？你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的。他现在还在吸毒吗？什么时候戒的4、5年前吧。他就吸了1年多。为什么戒？就是去贵州那次。那次他去了很久。回来以后，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几乎不和别人说话了。然后呢？他跟我说，他把毒品戒了。但我感觉他整个人看起来，连反应都特别迟钝。他有跟你说过在贵州发生什么事吗？他说了好多话，我当时就感觉特别不对劲，所以我就去找他。小东，小东，
什么？我杀了人。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小东，小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患上抑郁症，也是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也是回来以后才知道你也是这的人。所以一开始你们就认识我。他去过你爸的追悼会，还和你去过同一家心理诊所。你们搬家、离婚，所有事，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埋了我爸？埋在了哪儿？他也没具体说。回来以后不久，他就去东莞了。他去找他爸了，然后又去武汉找过他妈。他真的去过东莞跟武汉吗？为什么袁晓东他爸他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确实没见过他，因为小东去东莞的时候，发现他爸在一家洗浴中心干着一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特别卑微的工作。而他妈当时在武汉和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同居，他都去了好几天了，就是没去见他们。而杨洋，他爸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坐牢了。他妈生下他以后就没怎么回来过，他们现在看起来一副特别在乎他的样子。但杨洋好好在家的时候，他们又在哪呢？他连杨洋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在哪儿上学、平时爱去哪儿玩，他们都不知道。当其他的小孩在学英语、学唱歌、跳舞的时候，杨洋连1到10都不会数。并不是他笨，他其实特别聪明，只是没有人教他。这些都是袁晓东跟你说的吧？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跟你说，是为了骗你帮他？其实他早就想好了，要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杨洋，但私底下却是为了他自己。不是，只有你才单纯的认为，他是在做一件多么……我说了，不是，不是，不是！最终不还是把杨洋卖去了河江吗？你了解他吗？你了解他多少？你凭什么说他是这样的人呢？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杨洋好，他就不该把杨洋卖给那些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你知道买走杨洋的都是什么人？我说了，他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些街上乞讨的孩子就是被人买去弄断了手脚、戳瞎了双眼吗？你觉得袁晓东这么做就是为了杨洋好吗？袁晓东到底把杨洋卖去了哪儿？不知道。梁金秋，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杨洋好，就应该告诉我们杨洋在哪儿。所有的事情都是袁晓东在做决定，他只是告诉我杨洋现在很好，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在河江有亲戚朋友吗？袁晓东呢？他有朋友在河江吗？没听他说过。他有去过河江吗？好像没去过。
这几年他就没有到外边去过。他现在在河江吗？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洋洋应该还活着。你们说什么？你先别着急，我们也是刚刚才确认的。袁晓东之前一直在误导我们。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卖去了河江，但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河江？小东也是个河江。我去找，我去找，我现在就去找。你怎么找？你知道河江有多大吗？别说是一个市了，就是一个县城，也都够你找半辈子的。可是我儿子在哪儿？我们已经联系了河江公安局，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调查的。你们之前不是也说吗？袁晓东特别疼洋洋，就算想把他卖出去，也不可能卖给不熟的人。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人在河江，尤其是袁晓东的？梁俊秋反正在那边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他之前好像也没有去过河江。他们医院的同事的档案里也没有河江那边的人。袁晓东在河江那个初中同学赵子明，我也问了，他们很久没有联系了。这个赵子明他有2个孩子，他在银行上班，老婆是律师，底子很干净。还有个办法，公布洋洋活着的消息。什么意思啊？如果真的像梁锦秋所说的那样，如果袁晓东对自己的人生彻底绝望了，所以才会把洋洋卖出去，让他远离现在的处境，那么一旦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确定了洋洋还活着的消息，并且已经开始重新调查洋洋的下落，他会怎么做？你是想利用袁晓东对洋洋的感情，逼他站出来？你觉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把他逼上了绝路。他本来就已经杀了人，如果再走到这一步的话，不敢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而且洋洋的离开，我不知道是对是错。我们是警察，要的是真相，不是对错。林队，你好。王局，您这边。林队，这边。好了，可以开始了。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幼童杨洋绑架案，近日传来重磅消息。此前被认定已经被害的被绑儿童杨洋于日前被警方证实还活着。对于这一重大刑事案件来说，这应该算是案发以来最好的消息了。不过杨洋至今下落不明。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负责本案的相关刑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看法。这个案子的确比较棘手，相对呢案情也比较复杂，因为案情重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前我们做出了这个杨洋可能已经遇害的这种预判。经过案子的进一步的侦查和审理，我们发现这是犯罪分子为了阻止我们进一步寻找杨洋的下落所提供的虚假线索。现在此案已经在侦破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杨洋实际上在这个案发的第2天就已经被犯罪分子转移拐卖到了四川的合江。案犯袁晓东，男，出生于1995年4月17日，高中文化，身高1.78米，体型偏瘦。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杨洋还活着的消息公布至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从网络上，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广大市民对这一消息的真实反应。这一消息也让近期关注度逐渐降低的案件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然，这起案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洋洋的表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和目的引发了大量的猜想。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目的和动机，当然也是我们的关注点之一。但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洋洋，让他回到家庭，回到父母身边。我们向整个社会和洋洋的家人承诺，无论耗费多大的精力，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调查，放弃洋洋。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一定会把他带回家。明天到临川最早的一班车是几点？到临川了是吧？上。